现实版狼狈为奸，印度保护区内狼和柴丝混在了一起，按理说都是凶猛的大型猛兽，本应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但画风仿佛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狼和柴结盟了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狼狈为奸？就在2020年3月，当时人们发现这头狼想混入柴群，但并没有被柴群中的成员所接纳。柴群当时正在围着一头牛的尸体进食，看到这头孤狼后，一边护着自己的食物，一边对其进行驱赶，并没有接纳对方。而就在半年之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头狼已经打入了柴群的内部，一头狼和4只柴结伴而行，柴群已经完全接纳了这头狼。看到这里，不少人都会感到困惑，狼和柴同样作为大型猛兽，它们在生存空间以及食物类型上都有小部分的重叠，它们为何会结盟呢？难道是为了一起捕捉猎物？其实狼和柴在栖息地上还是有些差别的，狼大多生活在荒漠或者草原上，而柴则生活在森林中，活动区域还是不太一样的，而它们的食物类型也有些差别，同样都是集体狩猎，狼群更擅长追逐猎物，轮番对猎物发起攻击，或者直接选择一些比较弱小的动物，尽可能的保存体力，也就是说，狼更适合打持久战。而柴则不同，它们更喜欢速战速决，在捕捉猎物的时候直接将猎物包围起来，撕咬它们的肛门、眼部或者其他比较脆弱的部位，尽可能的缩短狩猎时间，在这过程中会用上各种卑劣手段。可以看出狼和柴在狩猎方式上有所不同，因此它们结盟并不是为了捕捉猎物。印度惊现豺狼结盟，狼和柴群厮混在一起，它加入柴群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过去发现的豺狼结盟案例中，狼和柴都是在森林的边缘活动，并且都是孤狼主动融入柴群。狼本应在草原或者荒漠生活，现在单独出现在森林边缘，不难猜出这些狼都是一些年轻公狼，或许是刚成年不久便脱离了群体，需要组建自己的族群。在这之前，他们需要寻找自己的领地，一不小心就闯入了柴的地盘。柴并不在意狼闯入自己的领地，也不介意和对方结伴而行，这主要是因为这头孤狼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，也不会抢夺自己的食物。在2次豺狼结盟的案例中，可以看出狼和柴对彼此的食物都没有太大兴趣。第一次是狼在柴进食的时候想上去分上一口牛肉，但遭到了对方的驱赶后便就此作罢。第2次则是狼捕捉到2只乌鸦，同样没有和柴共享自己的食物，这就说明他们对对方的食物不感兴趣，他们厮混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狩猎。那么他们结盟的目的极有可能是对抗共同的敌人，也就是老虎或者花豹。和柴群结盟的大多都是孤狼，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族群，和柴群生活在一起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老虎的存在对狼和柴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，即使是6、7只柴组成的小群体也无法对抗老虎，因此他们很乐意和战斗力不错的狼结盟，一起抵御老虎。狼和柴厮混在一起竟是为了对抗大老虎，现实版狼狈为奸。老虎对狼和柴的威胁都非常大，甚至会对领地内的狼和柴赶尽杀绝，而花豹同样如此。柴和花豹是一对死敌，柴群会3、5成群的将花豹赶到树上去抢夺它的食物，而花豹也会对柴展开报复。它无法对3、5只柴组成的小群体构成威胁，但如果是1、2只柴，它们完全不是花豹的对手。因此，当柴的数量较少的时候，它们不介意和狼结盟，对抗共同的敌人花豹。或许一开始柴并不接纳这只孤狼，就像2020年3月份，这只孤狼试图加入柴群，却遭到了拒绝。但后来柴发现狼对自己没有恶意，也不会争抢自己的食物，只是和自己同行，对自己好像并没有太大影响。遇到老虎、花豹的时候，还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，这才接纳了这只孤狼。而孤狼目前并没有组建自己的狼群，独自生活还是过于危险，这才想到和柴结盟都是各取所需罢了。虽然说他们团结起来或许也无法对抗老虎和花豹，但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，不至于直接被对方攻击致死。对于狼和柴来说，对方只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，危险重重的森林边缘并不适合孤狼组建族群，他还会继续寻找新的栖息地，只是在这段时间内不得不和柴群组成联盟罢了。